怕是打不过他们呀！你们那是什么人？咱碰上硬茬了！快，跟上！快点！啊！快点！这点子太硬了，打不过。黄副部长又碰上硬茬了。这我听着，带人从后面堵他们。哎，给我打！哎！跟我来！都看好了，仔细看，仔细做。这鼓子了，这个把水壶、枪全拿上，身上的手榴弹、子弹全都拿上。拿上。哎，大哥，别打开了。大哥，这全是好的。我再说，这帮人都查了，全是烟土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扒拉了，快装起来。全是烟土啊！怎么会呢？我还不信了，这帮人会为了烟土连命都不要了。让弟兄们再查一遍。哎，搜，仔细搜啊！好。哎，大当家的，这2个人下面有一个箱子呀，弄开它呀！哎，弄开。我要看看这是什么宝贝。大当家的，那个姓梅的特派员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伟业，你赶快把这箱子藏好，快！行，把箱子抬走，快，抬走，快，抬走，快点！别动！哎，把枪放下！快放下！把枪放下，弟兄们，把枪放下！哎呀，梅特派员，您来啦！何麻子，你胆子可真不小啊！国军的士兵都敢打，国军的物资也敢抢。我，强子，到，把他们通通带回去，到县城当众释法。是。哎呀！别动！别动！枪放下！放下枪！我可真的冤枉啊！他们真的不是国军，我和弟兄们都查了。你看看他们用的家伙，你再看看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，全都是大烟呐！国军能用这个吗？再说了，这条道，黑道的人都不从这儿过，国军能从这儿走吗？你今天放兄弟吗？如果这里边真有一个国军，我何麻子任由你处置。我这山寨又跑不了吗？不是。也是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想要你的命太简单了，何麻子，成。但是不是国军，那得验明正身再说。只要是国军，你小子跑不了。他们真的不是国军，国军不走这条道，他们会走大路的。强子，把他们放了，让弟兄们把所有的物资带回去。等，特别，是这样，这一仗，我弟兄们也死伤不少，这货，你给我留点儿。跟我讨价还价？没，咱们按江湖的规矩，见者有份儿。您是特派员，咱们就5-5分成。那就4-6，那就3-7，那就2-8。你8我2还不行吗？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今
今天能放你走，就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。行，特派员，这些战利品我不要了，就等于我马帮送给你特派员的大礼了。告辞。哎，弟兄们，撤！撤！走，走，撤！快！小西，到。钟向南，到。你们清理一下现场，仔细点。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死伤了好几个弟兄，就为了这2箱破玩意儿，这不合算呢。这个盘尼西林，这是比黄金还贵的盘尼西林。你没看错，你可不能糊弄了。哎呀，我怎么着也是念过几年书的呀。念书那是黑三儿让你念的，你提这个干什么？啊，行，不提。哎，这要真的是盘尼西林，咱们可就发横财了，咱们弟兄们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哎，大当家的，这盘尼西林呐，我只是听说过，我也没亲眼见过。哎，你看这么着，咱们不是有几个兄弟受伤了吗？咱们就拿这个药给他们治，看看效果。这弟兄们跟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哼，给他们用这洋药，比黄金还贵，也不为过。行。哎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怕有人找上门来呀。哼，这写谁名了吗？赶紧往市面上联系，尽快出手。装箱。哎，来，放好。混蛋，怎么办？撤！啊！这大当家的还真舍得，这比黄金还贵的药就给哥几个用上了。嘿，过些日子，等我赚了大钱，我就带你离开山寨，雇2个人伺候你。好好的离开山寨做什么？你不懂。大当家的。有一个打过针的兄弟，口吐白沫了，你赶紧看看去。什么？你赶紧看看去啊！快点！快！开门！就是他，大当家的，刚给他打完针就口吐白沫了，治成这样，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神药吗？你不是说盘尼西林是比黄金还贵的好药吗？这盘尼西林是好药，书上是这么说的。书上你个姥姥，书也能害死人。我这个兄弟要是有好歹，我拿你给他抵命。赶紧下山，把青龙最好的大夫给我请来。是。我们的人出事了！你慌什么？我和苏贵一路找过去，发现在树林里，我们的人全部被打死了。全部被打死了。啊！我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英。你验上了没有？是什么武器？有多种枪型。这么杂乱的武器，还有猎枪的伤口。能一下打掉我们10几个人，又是这么杂乱的武器，在秦龙境内，就只有何麻子有这个能力。
坂田派的人也太无能了。运送盘尼西林的军车这几天就会到了，本该到手的鼠疫全都丢了。我们必须要拿回鼠疫，要不总部的狸猫计划就无法实施。这样，你去找苏贵，让他查查。是。谁啊？这不是二当家的吗？大夫，跟我走一趟，啊，走走，哎，去哪儿啊？大夫，我们家有病人，麻烦你给我出趟急诊，急诊，着急着急。你等一会儿啊，我去拿东西啊。不，我着急着急，就快点，你快点！苏贵被魏毅叫走了。被魏毅叫走了？啊！难道何麻子发现了什么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鼠疫的秘密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你去等苏贵回来，必须弄清情况。是。我帮你拎点。幸亏您跑这一趟啊！怎么样？他是不是越来越重了？啊，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那位兄弟，口吐白沫，浑身发烫，淋巴还肿大。从症状上看，很有可能是鼠疫，就是黑死病。你给他们吃什么药了？好药啊，还是洋药呢？哎，就是这个。盘尼西林。你赶紧找几个弟兄，把他抬到死牢去，把门窗钉死。没有我的许可，谁都不许接近，听见吧？听见了，快！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出去！开门呐！凭什么关着我？放我们出去！发财了！你看人这装备啊，咱们昨天从约翰那儿要了30支，今天又缴获了20支，这些装备够武装一个加强排了。哎，张副官，给我也看看吧。你没资格看，不揍你就不错了，还看枪？我告诉你，小金，以后谁跟团长说话没大没小，上去你就踹他。瞧你那怂样！知道了。哎，这缴获了这么多枪，怎么不高兴啊？想什么呢？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事儿有蹊跷？我记得当时在现场，小金和董向南检查过，烟土和枪支一样没收，都被我们截获了。可何麻子，按理说不会这么做呀。而且他走的时候，我没发现他有什么舍不得的样子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我要是何麻子，我就跟你死磕，我只要枪。对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。不对，何麻子肯定有事瞒着我们。这事不对，给我走！撤！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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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撤！撤！
梅特派员，你看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这些官军死牢了。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客人在这儿吗？没规矩！哎，是。何麻子，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不欢迎我吗？我哪敢呐！梅特派员，你光临山寨，我随时欢迎。只是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有件想不明白的事儿，急得不能过夜。什么事儿在你梅特派员那里还过不了夜了？何麻子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今天这事儿，你何麻子是吃了大亏的。你会低这个头？所以我说，最好不要跟我藏着掖着。梅特派员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够朋友了。今天这仗，我伤了几个弟兄不说，大烟、枪，你们全拿走了吗？得，你是一方之主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我是藏了2箱烟土，可那不值钱呐。我就是全卖了，又换不了几杆枪嘛。东西你要，你全拿走。我何麻子今天是喝凉水塞牙缝，放屁砸脚后跟。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还藏了2箱子药。那根本不是什么宝贝，那是什么？是2箱子盘尼西林。怎么样？哎，我把书给你还回来了。葛科长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哎，你出去看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最近有什么情况？据可靠消息，中国的10万远征军已经陆续开始撤退了。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接替了英国的韦威尔指挥联军作战，但还是阻挡不了小鬼子的疯狂进攻。这么说，杜聿明的第5军和甘列初的第6军都已经开始从缅甸那里撤退了。哎呀，这中缅公路要出大麻烦的。我看呢，蒋介石那边不会轻言放弃的，弹药和后勤补给必须有保障。美国人也想通过在中缅中印地区的作战，既能阻止日军的西进，又能防止德意志法西斯部队东下与其会合。这美国人可真有战略眼光啊！哼，美国人向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。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：日本人要在我们这一带搞一个狸猫计划。狸猫计划？所谓的狸猫计划，就是日本人想用手上的一批鼠疫病毒，替换掉国军运输车辆上的盘尼西林，然后再运送到前方和后方的各个医院。也造成前方和后方心理上的恐惧和混乱。这事要不要提醒梅松？这件事儿必须告诉他。假如梅松不知道，万一苟延康那边没有得到消息，这日本鬼子的阴谋得逞的话，造成的影响将不可估量。你说这个情报，国民党不会不知道吧？不好说呀，这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通知，冒死传出来的消息。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未必能够破获。如果这个狸猫计划日本人得逞了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日本人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对自己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呀。
梅松是我们的同志，应该通知他，哪怕从侧面提醒他一下。这件事我去办，我会有我的办法。还有什么情况？我们人手不够，可用的人太少了。人手不够。那几个党员发展对象怎么样？时机都不太成熟。对了，国豪同志，你觉得梅雪怎么样？梅雪，她应该是个好苗子，思想进步，家庭背景清楚。那就试试吧。好，这样，我跟她谈谈，你先别出面。好的，我走了。哎。鼠疫病毒在何麻子那儿，他的手下已经有人注射了鼠疫病毒。布谷鸟的判断得到了证实，坂田应该对这次行动负责，他应该感到羞耻。也不能全怪坂田军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好在，鼠疫病毒就在马帮山寨，那有什么用？想办法把它弄回来。这样，我先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布谷鸟。啊，这是梅长官要的报纸，请务必给他。先生贵姓？我只是送报的，梅长官要送来的，我就送来了。请稍等。小金，到。这个报纸谁送来的？警卫拿过来的，他说是你让人送来的。我让人送来的。嗯。你去把人给我找来。是。我建议给坂田他们发电，要他想方设法拿回鼠疫。怎么拿？马帮山寨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坂田军如能拼全力拿回鼠疫，也值。你这是匹夫之勇，攻打马帮山寨，动静太大，梅松不可能不知道。他一旦知道，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彻底失败了。这件事情只能智取。智取。这个报纸是从哪儿来的？说是您让他送过来的。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口信吗？没有留下。行，下去吧。是。狸猫计划。好，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咱们一定要确保盘尼西林是真的，绝不能让假盘尼西林运到前线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再去马帮山寨，叮嘱黑三儿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随时跟我汇报。是。张副官，哎，黑三儿，张副官，特派员呢？他有事儿让我来了。何麻子以为他抢到的药品是盘尼西林，根本就不是，那是鼠疫。何麻子还以为抢到什么宝贝了呢，用在一个受伤的寨兵身上，结果那个寨兵他出现了鼠疫的症状。不是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何麻子下一步什么动静了？他把染上鼠疫的寨兵给关进死牢了，把大门都锁上了，只准进不准出。那寨子里就像被捅过的马蜂窝一样，何麻子想捂都捂不住。反正这马帮山寨我是回不去了。哎，别！特派员让你必须回去。何麻子那些事情，特派员都是知道的。你要明白，你在帮助我们，就是在帮助自己。可我怎么回去？这鼠疫
你别再废话了，这是特派员的命令，你必须回去。我怎么回去啊？树一，我怎么回去？沉住气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。沉住气，我回去。竟然出现这么大的事件，这些人不明不白的死在我们晴隆县境内，这上峰查起来，我们怎么交代？你们必须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还是应该交给军方处置，我们警察局是无能为力呀。这是一起突发事件，既然还没有定性，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军统的事儿，或者说是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的事儿。这事儿究竟是谁干的，我们还得找到证据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就是何麻子干的，所以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计划应该是集中火力干掉何麻子。但是没有证据啊。何麻子是走马帮的，咱们总得师出有名吧？张副官，亏你还是从战场上下来的，身经百战呢，你就这点胆量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怕了，你就是个胆小鬼。我是胆小鬼？对，有本事你把马帮山寨端了，我算你是条汉子。我说了半天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证据没有证据啊！行了，这是吵架的地方吗？没证据就找证据。总之，2天内我要结果。散会。刘显兰要是知道的话，又该跟你生气了。就得让他们觉得跟玩真的似的，否则咱们怎么迷惑自己的敌人呢？走吧。相怀，啷个里个咚，我在。哎，刘队长，坐。做什么呀？走啊！你是不是又让我帮你打马帮山寨啊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军队，光靠我们警察，不是我们把何麻子灭了，而是何麻子把我们给灭了。行。你不去，我去。哎，我就是要看看，他何麻子到底敢不敢灭了我。老虎屁股，我今天摸定了。哎，刘队长，刘队长，队长，你去哪儿啊？马帮山寨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。走，开门，让何麻子出来见我。刘队长，我们大当家说了，这几天啊，谁也不见。少给我废话，让他出来。我们确实是不敢开啊，如果我们开门了，大当家的非得杀了我们不可。现在我就杀了你！哎，动动脑子想不想？要是把姑奶奶给打伤了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大当家的，刘队长带着警察又来了。他又来闹什么？让弟兄们关进寨门。他刘显兰不知天高地厚。开门，让何麻子出来见我。何麻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奖励你的，胆子可真够大的，独闯龙潭。你就不怕何麻子把你绑了当压寨夫人呢？以后可不能这么乱跑了。不是你让我按时破案的吗？我算明白了，你根本就没相信过我，压根就没指着我破案，是不是？有你这么破案的吗？你明白什么了？破案是要动脑子的。你才没脑子呢！没打特派员，你有脑子，你有脑子你自己去啊！我不陪你玩了。
雅琴妹子，苟组长，你真是好雅兴啊！快请。苟组长也是好雅兴啊。哎呀，我这是忙里偷闲啊。哎，看苟组长好像很累的样子，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？马帮后山小道上发生的事儿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全城的人都知道了。那里啊，一支国军的马队被全部打死了。梅松要求2天破案。这么严重？啊，那你怎么有闲情来喝咖啡啊？唉，其实这种案子跟我们军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再说啊，这也不是我们的长处啊。哦，那应该是谁的事儿啊？应该是归方局长和李万吉他们。我只是做做样子。哎，福生啊，给我来杯咖啡。好的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团长，总部来了命令，必须阻止狸猫计划的实施。哎，我让你换的真的盘尼西林，你给何麻子送过去了吗？送去了，就等着何麻子找买主了。我们要找出背后的买货人。我已经布置监视了。我给了他承诺，一定让他赚钱，让警察局限期破案，逼迫何麻子尽早出货。下面就看何麻子的了。拉过去，拉过去！大哥，你找我什么事？魏毅啊，你马上下山一趟。县城里不是有几个大药房吗？你去问问他们，谁要盘尼西林？什么？那2箱东西你也敢卖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为那东西，我死了那么多的弟兄，我留着它干嘛？我得变现。我需要的是钱。大哥，那可不是普通的东西，那是鼠疫，要人命的东西。是谁？算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一说这个就别扭。是，你说的不会是那谁吧？该你问的你问，不该你问的你别问。我是让你去做买卖，你用心的去给我谈。那成，那这事儿我也得托人，托人就得有好处。你说个数吧。最多3期。这东西可是比黄金都贵，你就按这个行情跟他们谈。那成，我试试看。要不然，我假扮成商人，去何麻子那儿买回那批鼠疫。这太笨了。要不让苏贵去？这算聪明吗？苏贵知道何麻子手里的盘尼西林是鼠疫，他能出面买吗？这无疑是自我暴露，而你更不能去。你怎么知道何麻子手里有盘尼西林呢？那怎么办？耐心等待，得看何麻子下一步的棋要怎么走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包子，热乎乎的包子。香烟。热乎乎的包子。走，有事跟你说。你在这说吧。这边吵，这边吵，那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鬼鬼祟祟的。盘尼西林，啊，这东西比黄金还贵，你们从哪儿弄来的？从哪儿弄来你就别问了，江湖规矩你比我懂，青龙县你比我有办法把这个卖掉。好。你这，哎，
陈大夫，哎，认识这个药吗？哎呀，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你别打听了，认不认识？盘尼西林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西药。名贵？怎么个名贵法？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大烟很贵吧？它比大烟还贵重。那比大烟还贵啊？那不成仙丹了吗？对呀，你说对了。目前呀，它是最好的消炎药，尤其在战场上，它对重伤员来说有起死回生的作用。哦，行，那谢谢陈大夫啊。哎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您说呀？你们手上还有没有这盘尼西林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不可以卖给我几支啊？那得看你出什么价了。我超出市场20%的价格，怎么样？成交。不成。不成。那个陈大夫是这样的，这货呢不是我们俩的，他有货主，我们得跟货主商量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哎，问，我们再问问啊。那我听你们信儿啊。什么意思？你这是？走吧。王领队，我一个小兄弟手里有这种药，你们救助站应该用得着吧？这是盘尼西林，我们救助站急缺呢，这可是好药。那买点吧。你那个小兄弟有多少这种药啊？不让说，就告诉你应该没问题的，有2箱。但是，如果王领队你要买的话呢，最好快点，因为陈记中药铺的陈掌柜也已经出钱了。那就卖给陈记中药铺呗。他没钱，他只能买几瓶。我那小兄弟非要2箱一起走，他不散卖。刘大掌柜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没什么钱。笨蛋，叫你办点事儿都办不成，你真是个废物。这东西真不好卖。你不是说比黄金还贵？你不是说很紧缺吗？它是很紧缺，你又不让零卖，让一次性出手，你想那么贵的东西，谁有那么多钱来买呀？这是我要一次性卖掉的吗？不说这个了，我问你，这货到底能不能卖出去？我说了不算，这可是他刘显龙刘大少爷的事儿。那你倒是盯着呀！你跑回来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山寨里死了那么多的弟兄，就等着真金白银呢。你不把钱拿回来，准炸了窝了。到时候别说你，就连你妹妹的人头都得挂寨子门上。滚！我跟你说，咱俩的事儿是咱俩的事儿，别老提我妹子。再怎么着，她是你老婆。你说话别那么难听。回来。你下山让那个女警察刘显兰捎句话给梅松，就说承诺2字，去吧。哼。我去了解了，刘显龙确实去了陈记中药铺卖药。这么说，马帮山寨有鼠疫，梅松不知道，只能这样判断。有一定的道理。何麻子也有理由这样做。他是个只认钱的主，倒卖盘尼西林也在情理之中。出售鼠疫，死伤了大批的寨兵，需要大笔的钱。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找刘显龙？不要那么着急，既然我们知道货在何麻子的手里，我们就再等一等。哎，我来。请。刘少爷，我们家大当家的托您办件事儿。好久没见着你们大当家的了，病了？没病。没病他不来见我，一天到晚打发你过来托我办事儿。这咱俩不是关系好吗？不是这个，说正事儿啊。这回托你不是一件事儿，是托你捎句话。什么话？
承诺。承什么诺呀？我要承诺何麻子什么了？不，你又误会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大当家的想让你妹妹，就是刘队长，给梅松带2个字儿：承诺。这话让你妹妹说最合适。不是，怎么叫我妹妹说最合适啊？我还觉着你妹妹说最合适呢。不是这，哎，就这点小破事儿，你自己不能去说吗？我能去说吗？拜托。你不是不知道我和我妹妹的关系吧？你看看她每次见着我那德行。我知道，这不是求你帮忙吗？帮不了。别呀！哎，刘少爷，刘哥，不是就这点小破事儿，你自己去说不行吗？就非得让我？我要是真能去说，那我肯定自己去说了。昨天不是闹成那样了？啊，拜托了。哎呀，刘哥，帮个忙啊！就这一回啊！就这一回。哎，来喝茶。不喝了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先把卷宗整理一下，我交代的事情马上办好，去吧。是。哼。刘显龙。哼。你来干什么？这警察局没事，我跑这儿来干嘛？妹子，帮我一个忙。我没听错吧？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帮我给梅老二传句话，就2个字儿，承诺。承诺？什么意思啊？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，你就跟梅老二说，是何麻子让捎的话。行，我走了。哎，承诺。特派员，刘队长来了。你给何麻子什么承诺了？哦，小兰，你要能这么问我，那说明你破案的水平真的是提高了。而且，是何麻子让你来转达给我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知道何麻子扛不住的时候，一定会对我说这样的话。由你来转达，也是我意料之中的。梅大特派员，你能不把我们大家当猴耍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把我跟李万吉折腾成什么样了？啊，我们辛辛苦苦追踪的这个案子，结果追到你这儿来了。对，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哼，至于是什么承诺，你也不用问，而且也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回来，你相信我吗？啊？你让你哥去当铺把药卖了。你放心，关键时刻，我一定把你这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。哼，刘家大小姐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想起关心刘家商铺来了？话我给你带到了。哦，那梅松怎么说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以后这事儿别找我。得，以后有好事我找你啊。坐吧，妹子。你能有什么好事？你说要借钱？娘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这么大数目，你要干什么？得跟娘说清楚。娘，我，哼，你是我儿子，我还不了解你呢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不会来找我的。强子，告诉当铺老板，一切按照我的吩咐行事。是。哥，亏你还是个生意人，在江湖上混，爹一点都不信任你，你可真得好好改改了。你行了，你别喝了，你渴着吧。什么你？
爹他老糊涂了，你也糊涂了是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你这脾气，爹不信你就对了。我看就是爹从小把你给惯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在跟魏毅合伙卖东西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合伙卖东西啊？我是警察，你那点破事瞒得了我吗？你太可笑了！我为什么要瞒你？我做的是正经生意。嗯。哎，赚不赚钱呢？啊？提起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一肚子火。东西吧很贵重，也有人要，可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哎呀，啥东西这么贵重啊？盘尼西林，好东西吧？哦，还不能散卖，非得一起出手。要我说啊，说你不会做生意，你还不服气。你今儿是来给我添堵的是吧？行了，你走吧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走走走走走。哟，我是来给你出主意的，我给你支一招，保证让你把货全都卖掉，也在我嫂子面前长长脸。再怎么说，咱俩是亲兄妹，对吧？要不说呢，上阵亲兄妹。说吧，卖给谁？当铺。当铺能拿得出这么多现钱来？拿得出拿不出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有道理啊。梅松会不会知道咱们的计划？不能让梅松知道鼠疫和盘尼西林有关，他一旦知道就会严加防范，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很难实施了。魏毅委托刘显龙销售盘尼西林，也在情理之中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没有破绽，就很有可能是陷阱。我们要成功，绝不能轻易出手。他们就是太狡猾了，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。狡猾的对手是不会轻易出击的，他们要先观察再试探，然后才能最后一击。我们眼下要做的，就是沉得住气，诱其出击。太窝火了，我就喜欢刺刀见红的感觉，那多痛快啊！没办法，眼下我们在明处，人家在暗处，我们必须面对。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何麻子，他的话咱可不能全信。怎么，你还担心他有其他选择？何麻子老奸巨猾，你那招虽然够狠，但他可是老江湖啊。会不会阳奉阴违啊？他如果真敢这么做，那就是他的末日。起了吗？哎，起来。
这梅老二这次还真够意思。梅松，这跟梅松有什么关系？不该你打听的，你甭打听。是啊，让我干事的时候吧，我就是自己人；要问点什么事儿吧，就把我当外人，不问就不问。嗯，这次你还真是立功不小，我就透露2句。梅松想干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就答应他2条。这第1条，山寨里种鼠疫的消息一定得封锁。这第2条，我可以整箱卖潘尼西林了。大家的，不好了，二赖子不见了！什么？二赖子跑了，不见了，赶紧去追呀！哎，等会儿，追什么呀？怎么追啊？是个快死的人，你追他干什么呀？不行啊，我答应梅松了，你瞒不住啊。要不你去告诉他。干嘛要告诉他呀？那我哪知道啊？他是这么说的。哎呦，大当家的，你自己都没弄清楚，你费这劲儿干什么呀？你虽然答应过梅松封锁这个消息，现在二赖子自己跑了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你还让我告诉他去，这不是自个儿往自己脸上抽大嘴巴吗？你带他们继续巡逻，我去找一下特派员。是。特派员，黑塞尔见你。你代表我去见他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了？我是山寨的，他们说我得了鼠疫，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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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鼠疫？救我！刘队长，刘队长，出什么事了？二赖子跑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不知道啊。今天一个兄弟送饭的时候，才发现二赖子不在的。哎，何麻子呢？他有什么行动？何麻子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动静，可寨子里还是只准进不准出啊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去报告特派员。哎。处理完了，关键在后头，你们要盯住马帮山寨的人和刘显龙。是。谢兰，你说这个感染了鼠疫的二赖子，从死囚牢里逃出来，首先会去哪儿？去医院。没错，
这是一个人的求生的本能。我现在就去安排警员搜查医院和诊所，我就不相信找不着二赖子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眼下谁最怕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？是日本人呢。对啊。他们最担心我们知道鼠疫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替换鼠疫，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破坏他们的狸猫计划，而且要顺藤摸瓜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那二赖子的消失，对，跟小鬼子一定有关联。而且由此可以推断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个医生，因为只有他才能让二赖子消失。我明白了。所以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是去监视医院和诊所。那你也别着急，怎么也得等到明天以后。小鬼子的嗅觉也很灵敏，一旦没察觉，咱们的计划就落空了。你笑什么？哎，你……哎，小金啊，小金！刘大掌柜的，耶，王领队，遇到喜事了，这么高兴啊？这不是看见你来了吗？来，坐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找你啊，是有一件事想求你。你说。你的盘尼西林能不能卖给我几瓶啊？你看，我是有什么好事都第一个想到你，给你拿过去，你不要。那今天你想要，我手里一瓶都没有了，一瓶都没有了。货主急着要钱，全给当铺了。给当铺了？真的是给当铺了。怎么说我们也是朋友，我手里要有，送你2瓶也无所谓的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那我就另想办法吧。你不如去当铺碰碰运气，我估计他们能散卖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刘掌柜。那我就去试试了。好。哎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太好了，盘尼西林确实到了当铺，我们可以买回来。我们时间不多了。这批鼠疫放在当铺，比放在我们这儿安全。我担心的是，这东西到了当铺，谁有钱谁就能买到这批货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狸猫计划岂不落空了？要不让苏贵去？绝对不行。苏贵去过何麻子的山寨，给染病的人看过病，他知道鼠疫的事。那怎么办呢？能买得起盘尼西林的人，在晴隆也没有几个。我们只要盯住就好了。无论在谁的手里面，不到最后的时刻，绝不出手。俺たちのタヌキ計画は絶対に実現しなければ。あ、ご安心ください。なんだと？面倒が起きたんじゃないのか？我々の目的は重慶政府に抵抗を放棄させ、大東亜共栄圏を青瀬に終わらせてはならん。お、自信を持てよ。一分队已经集结待命。我们这次必须主动出击，一定要做到打草惊蛇，把买货人逼出来。打草惊蛇？这样一来，敌人就有可能会提前行动。敌人呢，肯定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城内城外可疑人员的监控，绝对不能暴露出我们的意图。报告长官，特别行动队第1分队集合完毕。回队，弟兄们，小鬼子的特遣队就潜伏在我们晴隆的大山里，像毒蛇一样盯着我们的24道馆和盘江大桥。难道我们坐等他们咬我们一口吗？不，我们要主动出击，把他们揪出来，消灭掉。我觉得梅松还不知道我们的狸猫计划。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行动的时间，不能太早。一旦泄露的话，那我们的狸猫计划就前功尽弃了。
我们的人可以化妆成商人，从当铺那里把东西买回来。根据情报，明天下午3点左右，运送潘尼西林的军车将在1号仓库做短暂停留。时间太紧迫了，我们必须赶紧拿到鼠疫。你今晚发报告诉坂田，让他在城外给我把动静弄大，引诱他们。可坂田在上次的行动中损失惨重，他们的力量有限。盘江大桥有重兵把守，24道馆又戒备森严，美军加油站更是防守严密。我觉得坂田很难有作为。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你们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吗？迎面！中国人！快！蓝天军，中国人他们打过来了，大人。10几20个，什么人？他们装备精良，估计是中国的特种部队。赶紧撤！好，撤！快撤！快！快快！上！队长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擦破点皮，大家仔细搜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特派员，你看，特派员，我把小鬼子老窝给他端了。好啊，能打，我没看错你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电台，打死几个鬼子，把这东西给缴获回来了。缴获了敌人电台，就等于刺瞎了敌人的眼睛。给你记一功，来，拿过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事，特派员，就点皮外伤。什么皮外伤？万一感染了呢？小金，带他看医生。是，走。是。看来触动他们的神经了。